实际上，这一次这个发射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去做陆轨级的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的回收实验。我们并没有说是，从最开始的目标设定上，我们就认为第一次首飞就必须要回收成功啊。其实更多还是带有一定的实验性质和探索这么一种角度去看这个事儿的，略有遗憾。分离完了以后呢，它有一个高空的一个这个大角度的调姿，调完姿以后，在距离地面80公里会做一个点火。那么这个高空点火段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完美的。在进入40公里以下的时候呢，它就关机了。关机这时候会有一个我们叫气动滑行段，这时候是一个超音速载入啊，就是说这时候速度呢是很快的啊。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火箭上的一些这个像上格舵啊，然后包括火箭的控制系统，把它控住。从40公里一直滑到最后距离地面3公里，这个超音速载入而且气动控制的这样一个滑行段，表现也非常完美。在3公里的时候，我们要做一次叫着陆点火。这个着陆点火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一个急刹车，高度要为0的时候，速度基本上车速要降到0。这时候我们的着陆腿展开，才能够吸收掉最后的这一点转机的这个冲击，让火箭完好无损的立在地面上。对火箭这样一个飞行器控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最后那一脚刹车没有踩好，它就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刹车的功能，最后可以认为是坠毁在这个场坪的这个边缘，距离这个着陆的这个中心点大概是40米。这次任务实际上首要看重的还是路轨，这代表说我们这款火箭后续是能够为卫星客户提供服务的。回收，这是我们火箭企业降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对客户来说，他要求是你要把我的货物、我的有效载荷、我的卫星送到我需要的预定轨道上。实际上，我们这一次没有带这个有效载荷，打的是一个配重。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对火箭行业来说，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民营商业火箭公司来说，要通过一次正确的飞行、成功的飞行来告诉他，我的火箭具备这样一个能力，以后我才能够把我这个火箭卖出去啊。其实是这么一个行业上的一个惯例吧。